第1170章逃命。萧炎反应迅猛，其他的人也同样不慢。就在他转身逃掠时，宋清等人也是瞬间脱离了战圈，然后拼足了劲地对着森林之内暴掠而去。唰！逃掠的众人以曹颖最为靠前，而且在灵魂屏障一破开的时候，他便是最先窜出。不过就在他喝声落下后几息之间，一道身影便是自其身后闪掠而来，一眨眼间便是将他给超越了过去。他美眸一扫，除了萧炎之外，还能有何人？逃掠的众人都不是傻子，并未都往一个地方跑，而是目光略一对视，便是四面八方的闪掠而去。几个闪烁间，便是窜进了茫茫林海之内。追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黑衣男子也是因为灵魂屏障居然这么快，便是被曹颖击破而惊了一下，旋即迅速回过神来，森然喝道：“是！”听得黑衣男子的命令，那10几名黑衣人也是连忙躬声应是，然后极为有序地分散而开，对着众人逃窜的方位分散地追掠而去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们能挣扎到什么时候？黑衣男子森冷的目光直射萧炎与曹颖身影消失的方位，旋即一声冷笑，身形一颤，周遭的空间便是缓缓蠕动，而其身形也是诡异消散。绿荫葱郁的森林之中，两道身影如同灵猴般的奔掠而出，两人的速度皆是快若闪电，身形在林间一闪，便是消失了形迹。是！两人头也不回地狂掠着，突然一旁的树林一阵波动，旋即一道身影也是窜了出来。突如其来的身影令得萧炎与曹颖皆是一惊，目光急忙扫过，发现来者居然是宋清。宋清见到两人，脸庞上也是掠过一抹喜意，脚掌一踏虚空，便是闪掠而来，急忙道：“快走，那边有着那些黑衣人在阻截。”这话一说出，他便是知道是废话，因为萧炎二人根本就未曾因为他有减缓半点速度，反而是身形一闪，将速度提升了不少。见状，宋清脸庞抽了抽，但这时候也没时间多说什么，将速度施展至极致，急忙跟上。三人闷头在林海之内狂掠，他们的目标是山峰之顶，想要甩掉那黑衣斗尊，那么便是必须引出他所忌惮的东西，而这座山峰唯一能与其抗衡的，恐怕也就山顶的那头绝世凶兽了。三道身影如同狂风般的掠过森林，带起满地的枯叶飞舞。萧炎面色凝重，脚掌之上璀璨银芒不断的浮现，闪掠的身影时不时的留下一道残影在半空中徐徐消散。大！萧炎脚掌落在一棵巨树上，膝盖微曲，刚欲借力爆射，脸色突然猛地一变，直接势生生的改变闪掠身形，脚掌弯曲成一个诡异弧度，而其身形却是对着后方倒射而退。砰！就在萧炎身形倒退的那一刹，其落脚处前方不远处的空间都是突然扭曲而起，旋即一道黑色身影凭空的出现在了三人面前，森冷的目光令得萧炎三人心头皆是一沉。速度挺快的，不过可惜还甩不掉本尊。黑衣男子现出身来，淡淡的瞥了萧炎三人一眼，笑道。见状，萧炎眼中寒芒闪动，这家伙还真是难缠，不要再浪费本尊时间了。黑衣男子似乎是逐渐的失去了耐心，眼神突然变得阴冷下来，手掌一握，深蓝色的奇异金层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然后闪电般的在其面前形成一只能量金层的巨大手爪。手爪成型，黑衣男子袖袍一挥，那金层手爪居然便是凭空消失。小心！见到那金层手爪消失，萧炎心头一凛，急忙喝道：先前他与此人交过手，知道那深蓝色的金层威力是何等的可怕。喝声落下，萧炎三人也是分为3个方向闪电的倒射而退。三人暴退，曹颖面前的空间突然泛起剧烈的波动，旋即金层手爪强行洞穿空间，一把对着他狠狠抓去。看这模样，那黑衣斗尊居然是想先对曹颖下手。能量手爪一抓之下，曹颖便是有些震惊的发现，周遭的空间直接是被生生的凝固了下来，而在这种凝固的空间下，他的身形也是再也动弹不得，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金层巨兽一把狠狠抓来。突然间陷入险境的曹颖也是被萧炎与宋清察觉，两人脸色皆是一变，那宋清眼眸微微闪烁，瞬间后却是狠狠一咬牙，脚掌一点树干，
身形便是闪电般的窜进了森林之中，一眨眼间便是消失了踪迹。瞧得那宋清居然抛下曹颖独自逃跑，萧炎眉头也是一皱，望着那银牙紧咬、苦苦坚持的曹颖，只得一声暗叹：宋清能够干出这种无耻之事，但他却真是有些干不出来。心中一声叹息，萧炎屈指一弹，一道银色身影自那界中暴掠而出，然后迅速地出现在曹颖面前，用身体将他给挡了下来。咔！地妖魁刚刚出现，那能量金层手爪便是狠狠握下，只见得前者那坚硬无比的身体顿时间爆裂出一道道裂缝，隐隐间还有着低沉的肌肉炸裂的声音响起。走！使用地妖魁为曹颖拦了一下，萧炎顿时厉声喝道。突如其来的援助也是令得曹颖一怔，旋即美眸深深地看了一眼萧炎，红唇轻张，一道细微的声音传进了后者耳中：谢谢。话音落下，曹颖也明白现在是什么局面，也不敢有过多的停留，娇躯一动，便是迅速掠进森林之中。在曹颖转身掠进森林时，萧炎手一招，急忙将几乎报废的地妖魁收入纳戒，脚掌上银芒闪动，然后将3000雷动施展至极致，带起一连串的残影，掠进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密林中。见到此次出手居然依旧没有收获，黑衣斗尊的脸色终于是彻底的阴沉了下来，森冷的目光在三人分散逃开的方位扫了扫，旋即顿在了萧炎的那一个方位。既然你喜欢救别人，那本尊倒是要来看看，这一次谁来救你。森然声音自黑衣斗尊嘴中传出，其身形一颤，便是再度诡异消失。看来萧炎的几次出手是真正的将他给激怒了。森林之中，萧炎身形闪电的掠过，他的脸色此刻却是布满着阴沉之色。虽然后方并没有那黑衣斗尊的身形，但他隐隐间却是有着一种感应，自己被那家伙锁定了。显然三人之中，他选择了萧炎。混蛋，若真是逼急了，今日拼的重伤，也得让你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身形再度狂掠一段距离，那种感觉不仅未曾减弱，反而越发的强烈。当下萧炎眼中也是掠过许些凶芒，虽说对方是斗尊强者，但想要啃下他这块硬骨头，没一副好牙口的话，怕也是不可能的。心中掠过种种最坏的打算，萧炎的速度也是越发的快速，到的后来几乎只能够看见一道模糊的黑线自森林半空中掠过，狂风掠过时，而其形迹却是丝毫不见。脚掌一踏虚空，萧炎目光透过森林缝隙，望着山峰之顶，这里已经快要接近了。是，心中一口气刚刚落下，萧炎眼瞳猛地一缩，脚掌一跺虚空，身形便是生生的凝固在了半空中，而其目光也是布满着阴沉之色的望着前方不远处的树干上，那里一道黑衣人影正盘膝而坐。再聪明的猎物也是逃不出猎人的掌心。黑衣尊者缓缓抬眼，目光淡漠地看了一眼萧炎，凝声笑道：萧炎，本尊倒是想要看看，这一次是否还会有人出面救你。你的一伙我收定了。听得此话，萧炎心头突然一动，目光在黑衣尊者身上扫视一阵，面色微微一变，惊声道：你是木谷老人？闻言，黑衣尊者微微一怔，旋即脸庞上的狞笑更盛，道：认不出来了吗？听见黑衣尊者这并未否认的话语，萧炎心头便是忍不住的一沉，这家伙果然便是木谷老人，他居然还有这等手段，瞒过了丹塔3位巨头，并且进入丹界。认出来也好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不管如何，我们之间也算是有着一些关系，真要说起来，或许你还得称本尊一声师叔。木谷老人阴冷地笑道：我可没那等好福气。闻言，萧炎不由得冷笑道。木谷老人笑笑，也不在意，目光略微有些炽热地盯着萧炎。这一次，本尊可不会再留手，先将你击杀，取了你的灵魂，本尊自有手段让你将焚诀说出。森冷笑声一落，木谷老人手掌一握，那由深蓝色能量金层构架而成的巨爪便是再度浮现其面前，袖袍一挥，巨爪便是诡异消失。瞧得巨爪消失，萧炎脸色也是微变，经过先前的交手，他已经明白这东西能够直接穿透空间，神出鬼没间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萧炎的所料并未出错，就在其凝神间，面前空间便是一阵扭曲，巨大的金层手爪暴掠而出，
一把就是对着他捏了过去。巨爪声势极其骇人，而萧炎也是明白这东西的恐怖，连地妖魁都是被其一抓下，差点彻底报废。以他的身体强度，恐怕一捏下就得爆成一堆血肉。不过好在早有所准备，当巨爪出现的那一刹，萧炎不待他将自己锁定，脚下银芒便是一闪，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上。哼！瞧得萧炎反应这般迅速，木谷老人也是冷笑一声。他的笑声刚刚落下，萧炎便是感觉到眼前一花，充斥着异样灵魂威压的金层巨手再度诡异出现，然后快若闪电般的一抓而下，周遭的空间再度在此刻凝固而下。周遭空间凝固，萧炎面色也是一变，这金层巨手太过棘手，就算想要躲避都是异常困难。斗尊强者果然不凡，心中掠过道念头，萧炎也是猛地一咬牙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带着凌厉劲风狠狠抓来的巨爪，体内斗气也是在这一刹尽数调动而起。现在的他随时准备着进行最后一搏。巨爪闪掠而开，旋即直接张开，犹如鬼爪一般，当空就是对着萧炎脑袋捏了下去。望着那在眼瞳之中越发放大的巨爪，萧炎面色也是彻底的凝重而下，手印一变，天火三玄变，第一变；天火三玄变，第二变。心中接连两道喝声，令得萧炎体内斗气陡然间暴涨，周遭凝固的空间也是在此刻变得松缓了许多。天火三玄变，第三。目光阴狠地望着那一脸狞笑的木谷老人，萧炎深吸一口气，手印再度一变，准备倾尽全力。然而就在萧炎手印刚刚结成的那一刹，其面前的空间突然诡异扭曲起来，旋即一道壮硕身影从扭曲空间中踏步而出，就这般如铁塔般的矗立在萧炎面前。在这道壮硕身影出现间，一股浩瀚的沉稳厚重气息也是突然间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旋即犹如风暴一般席卷而出。那种感觉就犹如面前的并非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座擎天山峦一般。嘿嘿，在我的地盘这么大张旗鼓的杀人，也太不给面子了吧。来者一现身，便是在萧炎惊愕的目光中发出一道粗犷大笑声，然后五指紧握，毫无花俏的一拳陡然轰出，然后与那巨爪重重的撞击在一起。砰！两者对撞，那在萧炎眼中威力异常之强的金层巨爪居然是直接被生生的震退了10几米，然后翻飞在半空中，隐隐间有着点点裂缝浮现。来者何人？突然间的变故也是令得木谷老人一惊，旋即怒喝道。木谷老人的喝声刚刚落下，那壮汉倒是未曾说话，可一道清脆动听的娇笑声却是突然在这片森林中响彻而起。老家伙，你追别人我就不管了，但萧炎却不是你能杀的。紫言。听得这熟悉的声音，正在愕然的萧炎顿时一怔，顿时眼中惊喜涌现。